大家好，宠粉离太又来了。年龄是每个人的痛点，明星也不例外。他们虽然保养的比普通人好，但一遇到后辈或者年纪相仿的人，场面还是会失控。哎呦，我比你爸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娱乐圈那些曾被年龄暴击过的明星们吧。前几天马天宇和友人外出喝酒吃饭，视频中那句35岁的马天宇引得本尊亲自回复：咋啦？我35岁吃你家米了？你下次再偷拍我发稿的时候，先找我对稿。突然的反问吓得发文人赶紧回复：下次再也不提年龄了。除了马天宇，还有很多明星也因为年龄受过暴击。何老师就因为年龄梗多次受伤。TFBOYS 上综艺时一口一个我是看何老师你的节目长大的。何老师在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年龄暴击时，都快气吐血了。当然，这个大部分是综艺效果，不过在向往的生活中，他却差点因为黄磊的几句话直接气到去世。晚上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时，彭昱畅一口气吃了不少，黄老师在旁边看着只感叹：彭彭就是小，但是饭量就好啊。说完后，黄老师又直接将目光转向了旁边低头猛吃的何老师，随后不解地脱口而出一句：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么大年纪饭量还这么好。这话一出口，一口饭还没咽下去的何老师直接气得当场放下筷子，怒目瞪着黄老师，这绝对是何老师的心灵重创。相比于何老师受的创伤，陈小春就更惨了。此前他带着大儿子 Jasper 上一起出发吧，在一个农村奶奶家里大伙吃饭，出于礼貌，他跟着儿子喊着农户女主人奶奶。结果吃完饭之后，众人在饭桌上闲聊时，陈小春在得知自己叫了一上午奶奶的女主人竟然跟自己是同年，愣了一愣，他追问对方几月出生，奶奶回答农历9月。陈小春尴尬地说我6月。小女孩惊掉了下巴，奶奶也不可置信，不是吧？不过从两个人的外貌上确实看不出来是同龄人，只能说陈小春保养的也太好了吧。而在吴奇隆面前，何炅和陈小春这些都是小意思。在录制节目时，吴奇隆边吃边说道，他在录制节目时发现在场的最小的嘉宾比自己小了2轮。说完之后，他又开始打趣自己，不花生的说他完全可以成为你儿子，并且还说对，而且还是最大的那个，自黑到极致。孙红雷则是无辜躺枪，在综艺《萌探探探案》中，萌探家族讨论年龄一趴时，黄子韬直接掏出手机问孙红雷的年龄，结果手机超大声回答：帮我查一下孙红雷多大？孙红雷50岁。听到声音后，旁边围观的人都笑疯了。到了闪闪发光的你中，让人震惊的变成了呼兰和任嘉伦。起因是马东说了一句：“这个老男人就别聊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国超一脸困惑，不知道自己属不属于老男人行列。而一边的呼兰不淡定了：“嘉伦比我大，我比他大3个月。我俩同年。”这话一出，大家都惊呆了。仪态特意求证了一下，两人确实都是出生于1989年，只不过由于任嘉伦长了一张娃娃脸，并且近几年又是逆生长，完全看不出来30加。而呼兰靠的是有趣的灵魂，没那么注重外表，导致两人同岁不同颜。中餐厅中的年龄暴击也层出不穷，大家还记得这一幕吗？王俊凯抱着小男孩去找他妈妈，我抱回去找他妈妈。他说谢谢叔叔。小凯瞬间石化。回到厨房后，他的一句话又让苏有朋瞬间石化。他会不会叫有朋友叫爷爷？小凯果然是个平平无奇的补刀小天才。除了王俊凯，王源也遭受过年龄的暴击。在综艺《哈哈农夫》，王源被一个6岁的孩子叫叔叔。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当听到这2个字，王源与王俊凯的反应如出一辙，瞬间石化，难以接受。后来参加《忘不了餐厅》，他还提过这事儿。我以前被人叫过叔叔，我当时崩溃。与王源不同，易烊千玺是给别人年龄暴击的那个人。在综艺《放开我 baby》某次吃饭，易烊千玺想让林更新帮忙拿个叉子。叔叔，叔叔，给我叉子。一句叔叔搞懵了林更新，他别过头不理，字幕配合的打上哪里叔叔的花字。下一秒画面开始转向暴躁，林更新扭头用一腔东北话冲易烊千玺嚷：你叫啥叔叔啊？一脸懵且懵懂的易烊千玺继续说：叔叔啊。最后林更新无奈扶额叹息。苏有朋也曾遭受过年龄暴击，这是在中餐厅，他正与2位年轻女客人寒暄，两人说着说着就一起看向苏有朋，笑称：就我爸的话就跟你是同龄的，就我爸的话就跟你是同龄的。王俊凯在旁边听到后笑个不停。当时苏有朋目瞪口呆，仿佛受到了1万点暴击。这桌客人临走之际，他还出来相送。乖女儿，你出来外面干什么呀？怎么还不赶紧回家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言语
中透露着无奈。在经历了一天的忙碌后，鹏哥又被伤害了。晚上大家都在用美食缓解自我的疲惫，连一向不多吃的舒淇也馋了口鸡腿，苏有朋也一直在狂吃着红烧肉。舒淇见状就说肥肉里面的猪油对身体有好处，年轻人可以多吃。猪油的油是可以固肝的，但是年纪大的人他就不要少吃。他的话音未落，苏有朋就放下了身上红烧肉的筷子，大家都秒懂，唯有白举纲不太明白。哦，我知道了，我明白了，肝功能的问题，肝功能的问题。苏有朋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追打着白举纲，大喊道：“我肾功能的问题了我。”让人哭笑不得。这还没完，大家又聊到白天苏有朋被客人说跟自己父亲同龄的事，舒淇继续补刀。重点是你长得就像年轻人，不止30年，40年不变了吧？不过这已经不是苏有朋第一次被调侃年纪了。在前面的节目里，有一次他跟王俊凯同穿了条纹系列衣服，白举纲看到后直言：“你们俩今天真的像亲子装。”苏有朋也只能苦笑应对。还有一次，白举纲本想夸一夸苏有朋显得年轻的时候，他先是夸了一番苏有朋的皮肤心态，结果最后一句：“就像我外婆她60了。”让苏有朋直接破防。虽说大家都在调侃他的年纪，确实他也快50岁了，可看起来真的很年轻。若不是他出道过早，总给人一种老前辈的感觉，不然完全猜不到他的年纪。中餐厅中另一个经常被伤害的则是黄晓明，他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自己是00后，与易烊千玺是同龄人，与王俊凯也是同龄人。不过这次就不太一样了，反而是遭遇到了来自王俊凯、杨紫的重重暴击。他俩在疯狂聊着同龄人的话题，快乐星球，快乐星球。甚至模仿起了此际之巅的名场面。然后你说面对两人的狂欢，黄晓明怕是有点孤单寂寞冷了。在这一次次暴击下，他被震到逐渐僵化，看来年龄的鸿沟要是太大，也就无法跨越了。这个结论在跑男也得到了印证。有期节目的嘉宾是关晓彤和黄明昊，黄明昊是02年的，非常年轻。大家听到他是02的后，露出了十分羡慕的表情。而当郑恺问到黄明昊：“你听过最老的歌是什么呀？”接下来黄明昊的回答也令人出乎意料。我刚开始有意识的时候，我那时候看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宫》，然后就哼起了杨幂的《爱的供养》。用尽一生一世。镜头一转，关晓彤突然问郭麒麟：“看清了没有？年龄呢？”六妹。郭麒麟回答：“我96的。”关晓彤一脸惊讶，说了一句：“啊，你才比我大1岁。”大林子听到后立马回怼了6个字：“你这叫什么话？”之后又嘀咕了一句：“就到这儿吧，挂了吧。”不得不说，郭麒麟真的很有搞笑天分呀！一开口总能把人逗乐了，旁边的兄弟团成员也被逗得哈哈大笑。这也不是关晓彤第一次伤人了，她在感慨自己年纪时就误伤了沈叔叔。关晓彤：“我都要24岁了。”沈腾。关晓彤：“对不起，没想到误伤了。”沈腾紧接着把大家都拖下水。后面这么多 double、triple 的呢。雷佳音也被罗志祥的一句话整破防了。参加节目时，罗志祥对着雷佳音喊：“哥，你们家好姐吗？”雷佳音：“别叫我哥呗，哥。”罗志祥：“啊，你不是比我大吗？”接下来就到了熟悉的问年龄环节。罗志祥：“我1979。”雷佳音：“我1983。”你是不是像罗志祥一样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不可能，还是雷佳音比较清醒？怎么不可能啊？我只长得老而已，没有休息好，太累了。最扎心的是，我出道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张杰：“出道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罗志祥：“哇，04年出道，哇，天哪，比较。”我1995年出道。王一博：95年出道。对啊，我还没出生。就问你，看到他们仨同框，迷糊不迷糊？话说回来，这些明星的年龄梗好笑归搞笑，但视觉冲击力远不如郭德纲、林志颖大。郭德纲说，在某次活动，我们坐在一起，我坐中间，这边是小智，这边是吴奇隆，一个比我小1岁，一个和我同岁，一个比我大1岁，一个比我小1岁，我这个感觉就跟带俩儿子开家长会似的。站旁边的林志颖笑到弯腰。其实年龄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毕竟谁都会有老去的时候，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在老去的时候能依旧帅气潇洒，所以大家也不必太在乎年龄啦。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下哦。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 C 台的视频，就请多点好关注 ，C 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Hello， 大家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可以说，掐遍内娱无敌手的粉丝们，这回可真的是踢到铁板了。不久前，六公主发布了上影节红毯的男明星生图，结果某位男星的粉丝看了纷纷表示不满，认为这是锐化后的图片，有黑男明星的嫌疑。
如果说这换做别的平台，那可能人人也就过去了。但六公主可不是委曲求全的主，暴脾气一上来，干脆放出了现场36位男明星的超清对脸大特写。那么今天仪态就带大家来看看没有滤镜的明星们，他们当下的皮肤状态究竟如何吧。可以说没了滤镜的掩护，男明星们集体判若两人，男神变成路人。皱纹、痘疤、坑洼、暗沉，各种皮肤瑕疵多到简直数不过来，个个现出原形。尤其是年轻男明星们的脸，几乎没一个能打的，这还没上升到演技范畴呢，光看脸就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而且最离谱的是，生怕粉丝们看不见，六公主还专门把这一期素材进行了置顶，甚至六公主还把每位男明星的真实年龄都给大写加粗的打在了公屏上。要知道，明星们可是最忌讳人家讨论年龄的。六公主这一波操作可谓一身反骨，刚到底了，主打的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爱谁谁，他可不惯着你。从流量到演技派，不论多大的咖，一个都不放过，从头到尾一视同仁，最后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不亚于公开处刑，看的路人们那叫一个心惊肉跳，直呼好刺激。先来看易烊千玺，打上年龄22岁。平心而论，拍摄的光线很重要，光线不足就会显得人老气很多，皮肤也显得粗糙。红毯上没有专业的打灯，更谈不上补光，所以这组照片光线都不太行。但在相同的拍摄条件下，易烊千玺的颜值还是很能打的。早几年前，易烊千玺正在发育，脸上有不少青春痘，现在青春痘都消失了，皮肤光滑细腻。当然视频中本人的状态看上去比22岁要略成熟一些。而23岁的陈飞宇也不错，皮肤光滑细腻，保养得很好，而且胡子剃得一丝不苟，应该是有专门的妆发给他设计的造型，毕竟也是顶流明星了。首先被吐槽的是胡先煦，2000年8月出生的他，现在还不到23岁，却已经有了一种成熟大叔的既视感。他是童星出道，11岁进入观众视野，是很多观众看着有小男孩一步步长成大男孩的。这次他跟张子枫一起走红毯，一身黑色的黑装，厚重的刘海，脸宽了不少，鼻子好像也怪怪的，一出场就引发了发腮的热门话题。在后台与张子枫的互动中，也让人有一种明明就是他，但又哪都不像他的错觉。跟胡先煦同岁的陈飞宇这次一共走了2次红毯，一个是跟周也宣传他们的新电影《倒数说爱你》，另一次是跟他爸爸陈凯歌、妈妈陈红等人一起代表志愿军雄兵出击剧组出席。与平时走红毯一样，他依旧是不苟言笑，嘴秃的短板一览无遗。生图可见他眼袋明显，眼睛无神。或许这是他绯闻之后第一次参加大型的红毯盛会，还有点不习惯，哪怕有父母在场帮他壮胆也是闷闷不乐的。20多岁的小年轻都是一脸疲态，30岁多的中生代状态就是拉胯了。这2年正在力求转型的朱一龙，以前也是一个细皮嫩肉的花美男，现在早已弃颜止于不顾，从演完《莫三妹》后就一直糙糙的，眼神里也透着倦意。而欧豪不仅憔悴，还发福了不少，腮帮子变鼓了，下颌线条也不明显了，说话间抬头尾、鱼尾纹都出来了。他才刚过30岁，已经有40岁的初老症状了。跟欧豪一样是快乐男生出道的魏晨，不知道是不是减肥过度，瘦骨嶙峋的，笑起来脸上凹凸不平，少年感仿佛在一刻之间就坍塌了。恋情比作品还掷地有声的魏大勋，前几年刚跟杨幂传完绯闻，今年又被拍到了跟秦岚亲密出游，恋爱谈得风生水起，人却是憔悴不已，大黑眼圈、大眼袋，状态一点也不像90后。秦岚保养得那么好，两个若是站在一块都没有姐弟恋的年龄差距感了。一直被吐槽发福的尹正，近来一直在减肥的路上，网友调侃娱乐圈有2大无效事业，一个是孙俪的养生，一个是尹正的减肥，一个越养越衰老，一个越减越肥。瞧瞧这次尹正的红毯状态，又是一言难尽。只见他面部肌肤松松垮垮，法令纹明显，显得特别没有精气神，站在那里仪态也奇奇怪怪的，虽然站得很板正，但身材比例却很虐，看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的花期是真有的点短，出道是神颜，现在已经跟同龄的马天宇、毛子俊有了很大的差距，感觉从21步迈进了40。相对来说，黄景瑜的状态还不错，但他的脖子为什么那么粗？感觉脸跟脖子一样粗，在一条直线上。老一辈男明星中，谁医美了，谁自然老去，差距真是一目了然。现在依旧活跃于荧幕的成龙，今年已经69岁了，他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但是胜在自然，他的脸是一个普通的古稀老人的状态，但是精神矍铄、习武之人的硬朗刚毅气质仍然在身上。而快60岁的吴刚，这几年频繁被观众吐槽脸部医美痕迹过于强劲，
之前在《狂飙》里就被疯狂吐槽，剧组导演回应他是拍戏的时候肾积水没有做手术，导致脸部浮肿。但后来在《春日暖阳》等剧中，包括这次红毯，他的脸依旧是一点皱纹没有，苹果肌高耸，看起来很科技，很不自然。虽然大多数明星的颜值天天被粉丝吹的天上有地上无，但真正到了高清没有美颜滤镜的镜头下，是真帅哥还是假帅哥就非常明显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黄教主曾经虽然以油腻著称，但现在的他好像越活越清爽了。黄晓明当年艺考的时候表现很青涩，但是评委老师说这是一块美丽的木头，所以要选他。现在看来，人家老师真是火眼金睛。不得不说，黄晓明真的是有油的本钱，人家油完了立马给你来个清爽，作为反差，给了我们一记相当不错的震撼效果。相对而言，比黄晓明小23岁的王源实惨，他的生图暴露了皮肤的缺点，下颌的痘痘清晰可见，而且五官也没有精修图那么好看，脸颊部分青春期留下的痘坑虽然较之前浅了很多，但还是让脸部皮肤看起来没那么自然。还有那些平时不怎么营销美貌，比较少到处群发精修图的男明星，生图出来的效果也比较合理，不会让人觉得大跌眼镜。比如经常素颜上节目的谢霆锋，区别也不大，从10几岁出道到现在一直都长这样。沈腾这样的跟大家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一模一样，也没什么好翻车的。吴京和杰森斯坦森的真面目也没人会感到奇怪吧，因为人家从来不需要靠滤镜和 P 图来营销，大荧幕上是怎样的粗糙硬汉，私下也是怎样的原生态，对脸生图根本没在怕的。像周润发、梁家辉、方中信和费翔60几岁甚至快70岁了，这样的状态大家也只会觉得很正常，并不会去苛责什么。所以咱绝对不是说演员的脸一定要完美无瑕，而是以往在百万修图师的保驾护航下，咱都快忘了明星也是普通人，忘了他们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了。谁都有状态差的时候，长痘、长斑、长皱纹都很正常。明星名利双收，要不有演技，要不有颜值，肯定要接受观众的评判。现在有些粉丝对偶像的滤镜确实太厚了，难道不美颜就不能看了吗？还敢对平台不满？咱就说粉丝们，你们惹谁不好，偏偏要惹六公主呢？最后一太想说，不得不承认，六公主这波操作确实很溜，粉丝叽叽喳喳，我就拼命打你们的脸，以往那么精心的修图都白费了，一组照片下来，将以往的虚假滤镜撕得粉碎。不过还是那句话，粉丝伤心，路人高兴，大家都看到了明星们真实的样子，希望六公主再接再厉。也确实，当下的观众和网友们不需要偶像，更需要实力派演员，颜值能不能打不重要，演戏好不好才是关键啊，你们觉得呢？那么以上就是一太整理的没有了滤镜的保护，当下男星的颜值现状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一太进行互动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一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啊。